万万没有想到，原来黄芪和枸杞搭配在一起，作用居然这么厉害。老一辈的土方法不得不让人佩服，做法简单，既省钱又实用，真的是高手在民间。但是这个方法有很多朋友还不知晓，那么跟着视频来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。黄芪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，又被称之为补气之王。同时，它也是根茎植物，硬度特别的高。平时有很多的朋友喜欢用黄芪来泡水、煲粥、炖汤等等，但是在用之前也需要给它清洗一下，因为黄芪表面其实也有许多的灰尘。但是清洗黄芪，我们这里要使用凉水，并且清洗时间也不宜过久，大约清洗个半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。仔细洗去表面的灰尘。如果用热水或者清洗时间过久，那么可能会导致黄芪当中的成分流失掉一部分哟。黄芪含有皂苷类、多糖类、黄酮类、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，所以黄芪深受很多朋友的喜爱。把黄芪表面的灰尘洗掉过后，这里只需要用漏勺把黄芪捞出来。接下来准备一个砂锅，因为砂锅保温性强，并且可以锁住食材当中的成分，而且煮出来的水口感会更加的香醇。然后把洗好的黄芪先放入砂锅当中。刚开始已经提过了，黄芪是根茎植物，特别的坚硬，因此提前给它放入锅中来煮，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纯净水。我这里用的是井水，不建议使用自来水哦。然后盖上锅盖，用大火先把锅里面烧开。提前煮黄芪才能让它的成分彻底释放出来。利用这个时间再准备一把枸杞，大约在8克左右。俗话说得好，人到中年不得已，保温杯里泡枸杞。从这句话就足以说明枸杞的营养价值有多么的丰富了。枸杞放入碗中，再准备2颗红枣。红枣的营养成分也是相当的丰富，个人认为它是枸杞的黄金搭档。因为平时无论是用枸杞和红枣泡水，都是会把它们搭配在一起。用之前需要加入1勺面粉来清洗，因为枸杞和红枣表面凹凸不平，容易藏了灰尘，而面粉它的吸附作用又非常的强。通过这种方法，就可以把枸杞和红枣清洗得干干净净，这样我们用起来也更加的卫生，吃起来也更加的健康。可以看见稍许抓拌一会儿就非常的脏了，这时候加入水再洗一洗，看一看水到底有多么的浑浊。平时你们用枸杞或者红枣的时候，是用的哪种方法来清洗呢？不要告诉我你没有清洗哦。看过这个洗的过程以后，枸杞和红枣用的时候还敢不清洗吗？然后把洗出来的脏水倒掉，然后再次往碗中加入水，直到清洗枸杞和红枣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，制作视频不易，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！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，谢谢。洗好之后，把水全部倒掉，
最后就得到了非常干净的枸杞和红枣。而这个时候，我们需要把这2颗红枣给它剪一些刀口，因为红枣个头较大，直接来炖煮，这样不容易将红枣当中的成分煮出来，所以可以给它剪一剪，或者直接用刀给它切成小块，这样有利于红枣当中的营养成分彻底释放出来。所以，无论平时用来煲汤、煮粥或者泡水，红枣我们都可以给它这样处理一下哦。像这样就已经差不多了。等到锅里面的黄芪彻底煮开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锅盖揭开，你会闻到浓浓的黄芪味道。现在黄芪也已经煮了好几分钟，然后把枸杞和红枣倒入锅中。接下来再次盖上盖子，转中小火煮上15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以后，用毛巾包着盖子打开，因为盖子特别脏，你会闻到锅中特别浓郁的味道。这个味道已经弥漫了整个厨房，可以用勺子盛出来看一看，汤汁的颜色已经变成了棕色，这足以说明这些食材当中的成分已经煮至锅中，并且现在的黄芪也已经煮软了。然后我们将煮好的汤汁盛出，放入杯中，我们就可以喝了。并且今天煮的这一锅水足够2到3个人来喝。朋友们不要小看煮出来的这一锅水，做法和食材虽然非常的简单，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。坚持这样喝会给你带来大大的惊喜与发现。这可是老一辈们留下来的土方法，里面包含了他们的智慧和结晶。相信看到这里，也有许多的朋友已经知道了枸杞和黄芪煮水的作用了。那么你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。而如果还有不知道作用的朋友，那么建议你在网上搜一搜，上面有详细的注解。当然，如果你平时喜欢用黄芪、枸杞或者红枣来泡水喝，那么不妨把它们搭配在一起来试一试哦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点关注不迷路。这里是鹏鹏美食房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